大家好，今天来介绍一下命令列上面的任务控制。这些任务控制呢，可以帮你把你正在终端机里头跑的一些程式呢，把它中断，推到背景，拉回前景。以及呢，如果当你的终端机关闭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方法让这些程式呢继续在背景执行，不会因为终端机的关闭而让程式中断。当然，现在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些其他工具可以帮忙，包含是 Tmux。或者更早一点的 GNU 的 Screen， 它可以把一个终端机切成很多虚拟终端机，在某种意义上来更方便，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但在很多时候，这些基础的指令 BGFG 还是很方便，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达到类似的功能。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简单的程式来当做示范，让我切到这个程式码上面。这是一个简单的 Shell Script。第一，我们通常把它称为是虚 ben， 因为这边有一个 hash。跟一个 ben 就是惊叹号的这种符号叫虚 ben， 它代表的是说我这一段文字后面接下来这段文字，我希望它用这边放的这个程式码来执行。也就是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是用 bash， 这边可以是任何的其他的可执行档，包含像是 Python 也行。如果这边放的是 Python 的话，里头写的就是 Python 的程式。因为我这边用的是 bash，所以我这边用的是bash的语法。程式码本身应该是还蛮容易读的。首先我先设定一个变数 n 等于0，然后我有一个无穷回圈。在这个回圈里头，我会不断的印出 agent。这个 $1 代表的是我呼叫这个程式，我在执行这个程式的时候给的第一个参数。以此类推，当然有 $2 前2、前3、前4、前5，是代表第3、第4、第5、第6、第7个参数。不过我这边只要用到一个，那如果我没有给参数的话，这边就会变成空白，没有东西。好，然后我会印出 agent 它的名字，然后它的 n 是多少个，代表它绕回圈第几圈。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 n 加加，代表的是呢，我把这个 n 的数量把它加1。为了怕这个回圈跑太快，绕的速度太快，我这边有让它 sleep 1秒。这个跟 Python 里头也有类似的函数 time 点 sleep。一样，这边可以放一个数字，代表它的秒数。你也可以放 0.5、0.9、1.5、2，这些都可以。那我们离开这个 Vim， 我们来跑跑看这个程式。比如说呢，我这边把它第一个叫做 Alice， 你可以看它跑起来。之所以帮它取名，是因为我可能会呼叫这程式很多次，然后呢，给它不同的名字，你才可以知道是哪一支程式在跑。所以它很顺利在跑，这是我们正常在执行它。然后我按 Ctrl+C 的时候可以中断它。同样的呢，一个简单的是，我们希望它在背景执行的时候呢，我会把它后面加上一个 n 的这个符号，然后你会看到这边呢，它会把它前面列的是 job name， 后面会它的 PID， 它就在背景执行了。看起来还是一样，但是呢，我仍然保留我现在的 shell， 因为它是在背景，所以我这边可以继续执行所有东西，包含我可以看 PS， 你可以看到它的 PID， 的确就是刚才传回的那个 PID。它这样子一直跑，我要怎么去中断它呢？当然我可以 PS。找到它 PID 之后把它 kill 掉 ，kill 可以去中断它的程序。但是另外一个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利用 job control 的方法，我可以打一个东西叫做 FG。FG 的意思是 foreground。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跟它的输入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它已经跑到前景，所以我没办法再去打刚才的 LS 或者其他的 PS 或者其他的指令，因为它已经跑到前景了，它已经所谓的前景和背景。意思就是主要是输入输出的部分，那它已经取得了我现在的输入和输出权，所以呢，我现在的输入其实会给程式，但是我的程式没有吃我的输入嘛，所以你直接看到它直接有一些 enter。那它的输出当然因为它还是 stdout 嘛，就是我们现在的标准输出，它还是一直不断的会输出出来，所以它现在就完全是在前景了。那我怎么把它再变回背景呢？我可以先按 Ctrl+Z 一次，这时候它其实是中断的。你可以看到这边 Stop， 它没有在背景，它只是先暂时停止了。这时候只要打 Jobs， 你就可以看到列出了刚才的那一个程式码。我这时候可以去跑其他的程式码 B.sh， 一样是 A.sh 但是我把它叫做 Bob，Alice Bob。然后我如果再跑一个 End 的话，我这边你看我这边一样 Jobs 之后呢，会列出刚才两个东西，一个正在跑，但是它后面有一个 n 的符号，代表它在背景。另外一个是 stop。好，所以我一样可以把刚才的 job 2呢，我可以告诉它是 FG2，它就跑到前面来了。我刚才因为只有一个
程式，所以我刚才直接打 FG 的时候呢，我不用接任何参数，它可以直接找到最后一个，然后让它跑到前景。因为刚才只有一个嘛，所以我不用担心到底是哪一个。可是因为现在有2个 job， 所以我打 FG2 的时候呢，我可以指定哪一个东西跑回我的前景。这时候我 Ctrl Z 之后呢，我再按 Jobs， 我就有2个停掉的 Jobs。你可以看到这边一个减一个加。如果我在直接按 FG 的时候，因为我刚才最后正在操作的是 Bob， 所以它就会回到前景了。好，再 Ctrl Z 掉。这时候如果我再按一次，如果我这时候 FG1， 我把 Jobs 再列久一点点。我在打 FG1 的时候呢 ，Alice 就会活过来。然后我在 Ctrl Z 的时候呢 ，Jobs， 你可以看到这时候的加号在 Alice 上面，所以我这时候再打 FG。Alice 又会跑出来。当然我可以，比如说我现在打 BG1， 然后我再打一次 BG， 因为刚才加号在 Bob 这边，然后 Bob 也活回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2个程式都会执行。那我可以继续再执行另外一个，看不是很清楚，因为2个都在跑。我们把 Alice、Bob， 然后 Charlie， 所以你看到 Charlie 也加入了，然后他也正在跑。不过现在 Charlie 是在，所以我按他 Ctrl Z 的时候呢，我再打一下 Jobs， 好，先清掉，你会看到3个，你会看到3个东西在跑，然后2个正在跑，而且在背景，一个是中断的。那如果我打 BG3， 它就跑回背景了。好，所以我现在所有的都在背景都跑。那我现在如果要把它停掉呢，我就 FG、Ctrl C、FG、Ctrl C， 这3个就会都停掉了。好，所以这边是简单的 Job Control。那当然可以看到刚才的画面其实有点混乱，因为我3个东西在跑，3个东西在背景跑，其实是挺混乱的。那通常如果你有东西在背景跑，你可能会希望它的 output 不要这么混乱，要不然就是它偶尔才会产生一个，不然的话呢，就会你会希望它的 output 其实是重新导向到一个，比如说 Alice， 我把它导向到 log.alice 里面，然后呢 Bob 的话呢，我也把它移到 Bob。log.bob，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完全看这2个在背景和控制它的跑的样子。然后呢，如果我想看结果的时候，我再看 tail， 然后看它的 log.alice 就行了。可以知道它现在跑到21了，跑到23了。那 Bob 的话呢，到19，跑到20。那这边是一些基本的 job control。但是呢，一般来说呢，当你离开 shell 的时候，因为它本身还是绑着你的终端机的，那所以你离开你的 shell 的时候，它会死掉。就是这个，它会把它先中断掉。所以，比方说好，你现在连的是远端的机器，那个整个程式它就会停了。你可能正在跑一个运算，或者是训练一个东西，你可能会希望它一直活着。就像前面说的，这个我们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可能就会开一个 Tmux， 让它一直活在那边。但是呢，你就算是没有装 Tmux 这些，你还是有办法去让它一直活着的。不过呢，我先连到一个远端的机器上面，把我这个东西先拷贝到一个远端的机器上面。好，那 a.sh， 好，我先把它拷到远端，我用 rsync 把它拷贝，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方法。然后呢，我远端连进去。好，这边其实用的是那个 Fish F-I-S-H， 就是 friendly 的 shell。我们一样这样做好了。好，我们跑一个 Alex， 然后把它移到一个 log，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背景。如果我离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这边会警告我，有一个东西还在跑。不过它给你一个很好的提示，就是如果你想要让它活下来，不要离开的话，你就用 dis 就可以了，后面接着 PID。所以呢，但是如果你再打一次 EXIT 的 exit 的时候，你就会离开了，那它那个东西就被砍掉了。所以它比较 friendly 因为它是 friendly fish friendly shell。那在一般的 shell 你就直接离开的话，它就消失了。那我不太确定 fish 断线，我相信应该也是就是 fish 如果是断线的话，它应该也是会直接那个东西就会，因为有时候也不是你愿意要离开的，而是你就是断线了。那所以一旦你断线了，那个程式它那个 process 原则上来说它就消失了，那个 log 就不会动。但是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 log。这个 log 你看它正在跑。那你可以做的事情叫 disown。你可以跟它一样，就是去指定它的 PID， 但是你也可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 jobs， 我们就 jobs 在这边，你可以 disown， 直接打的时候呢，这个 jobs 就消失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程式其实还是继续在跑的，98、100，它其实完全是正在跑的。如果你用 PS 去看的时候，它也还在，而且我这边离开的时候呢，它也不会再有警告了。然后我再连进去的时候呢，我一样116，
1气，它会一直在不断的跑下去。那我们用 PS 看一下，它的确还在。好，我们把它 kill 掉好了，因为我们这边还是不要跑。好，那这时候它就死掉。所以你如果用 disown 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这个 TTY 这个 terminal 不要再抢它的所有权了。因为每一个程式它有时候会跟它的 TTY 会绑着。你其实可以看到 PS 的时候，这边不是有个 TTY 吗？其实就代表的是它这个程式 PS 是跟着这个 PTY 在跑的。那所以这个 fish 其实跟着这个我们现在的 TTY 是第5号，它是跟着它在跑的。所以一旦这个终端机被结束了，这个程式就会消失了。那你用 disown 的时候，像刚才我们 disown 之后，它这边就会不属于任何的终端机，那它就可以一直跑下去了。好，那另外一个方式是使用 NoHUP。HUP 的话，如果你一开始就已经决定要让它不要中断的话，你可以直接用 NoHUP 这个东西来跑。那后面的话一样，就是比如说后面我们这边叫做 ABCD， 然后就 log。好，你用这个东西，然后后面加 end 的时候呢，其实应该直接加 end 啦。然后我刚才是少加了一个 end， 让它直接在背景，那它基本上就会一直不断的在跑。也可以达成说我离开这个终端接收，让它一直在跑。以上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些 drop control 的一些方式。那如果能够手用的话呢，其实在一些比较轻量的应用上面，应该是相当方便的。